起初，地上不断充满人类，亚当与夏娃的后裔繁衍生息，新部族诞生，广阔的世界因生命而热闹。孩童在田里奔跑，牧人于山丘上吹笛，人们享受自己劳碌的果效。但渐渐的，黑暗开始蔓延。原本当与上帝同行的人离开了创造主，他们更爱世上的欢愉，不再爱真理。圣经记载，当人在世上多起来，又生女儿的时候，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，就随意挑选，娶来为妻。创6比1到2。可见人不再以敬畏上帝为衡量，他们只看外貌。人的选择出于情欲，而不以圣洁为基准。看见这一切，上帝说：“我的灵不永远住在人的里面，因为人是血肉之躯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。”创6.3分。这不只是对寿数的设定，更是警戒。上帝不会永远任凭罪恶不受审判。那时出现被人称为英雄的勇士，他们有名、有力、有影响力。然而在上帝眼中，他们并非真正的英雄，因为心中充满骄傲与邪恶。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，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。空创6:5。上帝的心忧伤，他后悔造人，并非他判断失误，而是深切忧痛之余，好像一位父亲因儿女选择邪路而心碎。上帝说：“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、昆虫，并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，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。”创6.7分。这是可畏的宣告，洪水将临，审判势在必行，遍地都要被至圣上帝的愤怒扫净。然而黑暗之中仍有一线光明，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，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。创6比8。挪亚不同于同时代的人，更是把生命建筑在信心之上的人。世人追逐情欲，挪亚追求公义。别人为自己而活，挪亚为上帝而活。于是因着上帝的恩典，挪亚成了伟大拯救计划的起点。挪亚是个义人，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。挪亚与上帝同行，在充满暴力与情欲的世代，挪亚选择与上帝同行，不随波逐流，行那窄路，虽被人讥笑，却蒙上帝喜悦。挪亚生了3个儿子，闪、含、雅弗。创6比10。然而地上的败坏愈演愈烈，世界在上帝面前败坏，地上满了强暴。创6比11。上帝查看他用爱创造的大地，发现人已把自己的道路进行败坏。上帝对挪亚说：“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，尽都败坏了，他们在地上满了强暴，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。”参创6比13。但同时，上帝赐给挪亚一个关乎拯救的大命令：建造方舟。你要造一只方舟，长300肘，宽50肘，高30肘。方舟上边要留透光处，又要在方舟里做上中下3层，并把门开在旁边。参创6.15分到16点。折算约长135米，宽22.5米，高13.5米，在内陆之上建起的巨型木造建筑，世人必视之为狂妄，但上帝的计划已定。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，毁灭天底下凡有血肉、有气息的活物。
然而对挪亚却有约的应许，我要与你立约，你同你的妻、儿子、儿妇都要进入方舟。创6:18。同时，上帝吩咐保全生灵，各样活物每样2个，公的、母的，要带进方舟，与你一同保全生命。飞鸟、牲畜、地上的爬物，各从其类，都要2个到你那里，好与你一同存活。你要拿各样可吃的食物积蓄起来，作为你和他们的食物。参创6:19到21。世人或讥笑，谁在旱地造船？怎会有水淹全地？但挪亚不与上帝争辩，不找借口，只是顺服。挪亚就这样行，凡上帝所吩咐的，他都照样行了。创6:22。真正的信心是在未见之前先顺服。挪亚得救不在于聪明，乃在于相信与顺服。那日天色看似寻常，人照常劳作，孩童照常嬉戏，许多人仍讥笑挪亚多年在旱地建造巨舟。但挪亚聆听到另一种声音，自始至终扶持他的声音，既有全能义满，有慈爱。上帝对挪亚说：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，因为在这世代中，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义人。洁净的牲畜要带7对，不洁净的要带1对，空中的飞鸟也要带7对，好在全地上留种。因为再过7天，我要降雨在地上40昼夜，把我所造的一切活物都从地上除灭。参创7:1到4。挪亚招聚闪、含、雅弗与他们的妻子说：时候到了，我们要进去。奇妙的事发生了，各样飞禽走兽从4面8方来到方舟门前，不是因挪亚的召唤，乃因上帝的手推动。凡洁净的与不洁净的牲畜、飞鸟和地上一切的爬物，都一对一对的到挪亚那里，进入方舟，公的母的，正如上帝所吩咐挪亚的。参创7:8到9。他们在方舟里等候7日，一切预备就绪，挪亚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。创7:5。时机来到，挪亚、他的家人与动物都在方舟中。那巨门开始关闭，不是人的手，而是上帝亲自关上。耶和华就把它关在方舟里。创7:16。外面的人仍不信，仍讥笑，但救恩之门已经关闭。第7日，天象骤变，乌云密布，雷电交加。那一天，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，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，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。40昼夜的大雨倾泻，江河漫溢，山谷尽没，家园被急流冲毁。众人奔向高处，然而雨不止息，水势浩大，在地上大大涨起，甚至连天下一切高山都淹没了，高过山岭15肘，山岭才淹没。参创7:18到20。凡在地上有气息的都死亡，只有在方舟里的存活。唯有挪亚和同他在方舟里的人得以存留。创7:23。水势在地上共计盛行150天。尽管如此，上帝没有忘记方舟中的人。洪水充满全地多月之久，高山尽没，浩渺无垠。但那因上帝命令而建的方舟仍然漂浮。舟中有一家人与各样活物，都在上帝手中蒙保守。上帝纪念挪亚和一切与他同在方舟里的走兽牲畜。上帝叫风吹地，水势渐落。创8:1。
渊源和天上的窗户都关闭了，天上的大雨也止住了。创8点2分，水渐退，陆地露出。到第7个月17日，方舟停在亚拉腊山上。创8点4分。然而山下诸谷仍积水未干，他们继续等候。到第10月初1日，群山的顶峰方才显露。创8比5。40天后，挪亚开启方舟的窗户，先放出一只乌鸦，它往返飞翔，直到地面干涸。创8比6到7。又放出一只鸽子，查看地面之水。鸽子找不着落脚之处，便回到方舟。挪亚伸手接回。创8比8到9。再等7日，放鸽子回来。黄昏时，鸽口叼回一片新鲜的橄榄叶，地面水势已退。创8比11。又过7日，放鸽子出去，这次不再回来，大地已可承载新生。到挪亚601年的正月初1日，地上的水都干了。挪亚撤去方舟的盖棺看，见地面已经干了。参创8比13。挪亚仍等候上帝的指示，不贸然而行。终于，上帝发声：你和你的妻儿子、儿妇都可以出方舟，各样活物也要带出来，在地上滋生繁多。参创8点16分到17点。众生奔月，百鸟振翼。挪亚一家踏上更新之地，先做一件事，筑坛献祭。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将各类洁净的牲畜、飞鸟献为燔祭。创8比20。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，心里说：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，也不再照我才行的灭各种的活物。地还存留的时候，稼穑、寒暑、冬夏、昼夜就永不停息。创8 21到22。上帝赐福挪亚与其子孙，说：你们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全地。创9 1。洪水之后，人和万物的关系改变，受堕落影响，不再如伊甸般亲近。上帝也允许人吃肉，只是吩咐，唯独带血的肉，你们不可吃。创9 4。并设立流血的公义根基，凡流人血的，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，因为上帝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。创9比6。上帝与挪亚及其后裔，并一切活物立永约，从今以后，必不再有洪水毁灭一切有血肉的，也不再有洪水毁坏的，也不再有洪水毁坏的。创9比11。为并赐下记号，我把红放在云中，这就可做我与地立约的记号。创9比13。每逢雨后天晴，彩虹显现，不仅是自然现象，更是永约的提醒。上帝信实不变，红在云彩之中，我必看见，就纪念我与地上一切有血肉之物所立的永约。创9点16分。其后，挪亚成为农夫，先栽葡萄园。创9比20。故事也显露人性的软弱。挪亚因酒醉而赤身在帐篷里，还看见父亲的下体，告诉两兄弟，闪与雅弗倒退而行，加以遮盖，不目视父亲的羞处。参创9比22到23。挪亚醒来，知道所发生之事，便说出一些话，成为挪亚所宣告的结语。主耶稣祝福大家。